你们到此的目的，是为了……你放心，我们来这里并无任何目的。萧昭言是我妹妹，她在这里，也是因为当年我拜托大家长安排的。原来如此。那我便不打搅各位了，告辞。这人还真是有趣啊！他知道了我们的身份，略微有几分惊讶，但是剩下的就是想离我们远远的。这里的人最怕的就是又和暗河摊上关系。像邪墨叔叔这样隐退的人不在少数。若是将他们重新收回暗河，也是一股可怕的战力。所以他知道你们的身份后，确认你们不是为他们而来，便立刻走了。若是为他们而来，便是会有一些麻烦。哎，不说了。你不是说顿顿有肉，餐餐有酒吗？肉呢？酒呢？自家酿的烧酒，烈得很，你敢喝？千杯不醉。你居然敢在大白天来舅舅府上求降，说明你已经说服了三家之人。是的，爷爷他们已经答应跟殿下合作了。很好，识时务者才为俊杰。义卜若能明白这个道理，也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。而你做了对的选择。从少时起，我便奇怪，为何影卫们可以来去自如，而我们三家却只能守在万卷楼周遭，做他义卜，做他影宗的后院守卫。直到我看见了苏沐雨，我才明白我这些年的不服不愿，到底是为了什么。苏沐雨他不甘心做影宗的影子，难道我便甘愿吗？爷爷他们老了，而我却年轻，而年轻者便是敢于闯出旧天地。大皇子殿下，我愿做一支利剑，等待您松手离弦之日，助我之声名响彻天下。到那时候，再瞧瞧，是江湖木鱼里的剑厉害，还是朝野风云中的剑厉害？好，很好。对了，那一晚，他们二人已经带走了属于自己格子里的那份信纸了吧？带走了。很好。暗河易主之后，义卜就命人将里面的东西都取走了。大皇子给他们的是假消息吗？不，自然是真的，甚至可能比原来的那一份还要更加详细。因为消息是我很多年前从白小堂手中买过来的，那时的白小堂还并没有被琅琊王的势力所染指。殿下为何要帮他们？因为很快他们就要帮我了。雨墨姑娘，替我关注一下天启玄武使的动向。我跟他有过约定，不过昨日我去内卫司，他们的人说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了。如果有他的消息，他回天启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哦，是。什么
么千杯不醉啊？才1碗老烧酒就醉倒了。昌河有一个神奇的能力，想喝醉时一杯便醉，想清醒时，即便你把整个村子的酒都搬来，那也是千杯不醉。那他今夜为何选择1杯就醉呢？因为他知道，有些话，我要和你单独说。什么？苏邪墨，往下念。苏笑颜，谢水桃，穆天泽，这些人你都熟悉吗？这些人全部都在家园里。明白了。宇哥，你要去做什么？我只是去问些问题。你在这里等着我。里面的人若是醒了，那便让他好好待着。宇哥，放心，总不能昨日还说这里是家园，今日便把整个村子给屠了。苏邪墨住哪儿？村口第3家。好。小心。前辈好雅兴，很多年的习惯了。喝上一壶酒，吃上一碟花生米，是我每日唯一快乐、轻松的时光。我理解。今日见你的第一面，
我就猜出了你的身份。你和你父亲年轻的时候格外的相像。我的剑法和我父亲当年比起来，也并无逊色。你的伞是你的剑。我的伞中藏有18剑，这屋里屋外加起来共18人，刚好一笔剑，取一条你们的命。不愧是苏家家主，一早就看中的孩子，居然重现了18剑阵。你们这些人应该都已经死了，为何会出现在家园之中？当年提魂殿下了这个任务，大家长本意是拒绝的，因为灭掉一个无间城所带来的影响太大，会动摇暗河的根本。但提魂殿的态度很坚决，因此暗河损失惨重。93名最顶尖的杀手，最后只回来了这18人，而这18人在日后执行任务的过程中，都遭遇到了追杀。没有人能提前知道暗河杀手所接的任务，除了提魂殿。没错，大家长也怀疑是提魂殿和下丹的雇主合谋，要杀人灭口。暗河之中从来都不存在所谓的杀人灭口的事情，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雇主的信息，没有灭口的必要。但那一次不一样，雇主想要的是无间城中那些珍藏的剑谱。当我们的人冲入城中的那晚，他们那些潜入的人正在争夺无间城中的剑谱，而我们两方人马在很短暂的时刻产生了错误的交锋。正是在这次交锋的过程中，我试探出了对方所用的剑法。成剑上9天，龙影落黄泉。没错，是9天剑法。无双城，莫急，此剑一出，天下无间。可偏偏号称天下无双的第一武城，赖以成名的也是剑。无双城，这个答案还真是令人心寒。为何心寒？因为我的父亲曾称赞过前任无双城城主刘云奇的剑法，对他隐有相惜之意。只可惜，苏公子，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了，但我也有一些话想对你说。我们这些人和你没有任何的情感，也不存在任何的愧疚。安和听令行事，你也是一样。所以，今日若你想复仇，我们必定杀你。我若要寻仇，找的也应该是卧道之人。
这点我明白。更何况，入了家园，这一生的罪孽荣光都将洗净，这一点也不会有任何改变。苏家主，多谢。我们这些人已经很多年没有动过刀子了，现在挥起锄头来，可比挥剑来得更熟练。告辞。头儿，怕他做什么？咱们这么多人，还怕杀不了这么个小子？恐怕还真杀不了。18剑战可不是闹着玩，更何况他什么时候来的？已经来了很久了。刚才我们现身的时候，门外这人就已经动了杀气。如果我们真的动手，他一定会冲进来的。他是暗河这一带的大家长，苏长河。苏长河，有意思。那他身上这股气息是？他练了研魔掌。我听说，这是一门被诅咒的武功，但凡修炼此等武功的大家长，都不得善终。我不相信这种说法，只因我们这样的人，大多都没有善终，所以才显得似乎每一位修炼研魔掌的大家长都不得善终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不让你来吗？我喝醉了，没听到。不是让昭妍告诉你了吗？我为什么要听一个小丫头的话？不过既然你不打算动手了，那我们明天去南安吧。为何这么突然？要去南安？刚刚来的消息，你相好的让我们去玩。说原话。苏兄，见信安。吾近日归南安城玉琼开药庄，目前已有良医看病治人，却缺药童捣药揽客。不知沐雨兄可有闲情来暂带几日？若沐雨兄无空也无关系，但切记别把昌河兄带来。邀请的只有我，哪有我们？你一句话，去还是不去？可去，你也一起去。难道在他们那里，你没有得到什么新的有用的消息？你觉得呢？这样的生活可真美好啊！暗河的大事已定，你是不是该考虑一下你自己的大事了？狗爹，你又开始胡说八道！我觉得苏沐雨蛮好的啊，暗河里面这人啊，我看他最顺眼。可是我不喜欢他那样的，太轻了，感觉很没趣的样子。可能大多数女孩子会喜欢他那样的，看起来温柔，而且长相也很俊秀。但是什么？但是我更喜欢有意思的人，比如苏昌河那样。啊？那可是暗河的大家长，要武功有武功，要地位有地位，而且呢，人也很有趣，说的话别具风味。
是一个很特别的男人。这个臭小子，你这个臭丫头！哎，高爹，你去哪儿啊？我不能杀你，你是我的女，但我可以把树上活那个卵子杀了。你等着啊，我马上回来。他可是暗河的大家长，苏沐雨只是一个苏家家主而已。为何狗爹你这么喜欢苏沐雨，对苏昌河却这么抗拒呢？苏昌河那个臭小子啊，功夫是高，但是一肚子的坏水啊！你要是嫁给他，爱媳妇是小事，怕是一辈子要当寡妇啊！哎，英雄注定是要被你们这些俗人所误解的。我们家昌河呀，那岂是……没想到神医对我居然如此中意啊！不会吧？我对神医也十分中意啊。怎么来的人是你呀？那你希望来的人是谁？这位姑娘是？她是这个世间苏沐雨最在意的女人，她是和苏沐雨青梅竹马长大的好妹妹，她就是萧昭言，来自安河的家园。去南安，那里有位神医，正好缺一名捣药的弟子。原来苏沐雨时常挂念的那位家园中的人，就是萧姑娘啊。小妹萧昭言见过白神医。小妹，这么说，萧姑娘比我年轻了。敏感了，敏感了不是？你这小丫头真不会讲话。白神医才30，你怎么能叫姐姐呢？你应该叫她狗爹。在，给我杀了他！好嘞！呀，往来跑！哎，直说。萧姑娘，既然你来了，那么苏沐雨呢？啊，沐雨哥哥说他好像要去见什么人，没有与我们同行。不过他一会儿就到。见人，你跟了我一路，我没那么好闲情，是我的手下跟了你一路，苏家主。姬堂主，此番前来是为了何事？苏家主在国丈府有没有带走什么关于白小堂的东西？若有，那么便可以证明我这次千里奔波是有意义的。姬堂主说话还是这般高深莫测。高深莫测吗？我还以为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。可是谢教那个用弓箭的孩子告诉你的，我有我自己的判断。姬堂主可曾去过万卷楼？哼，知其一二。那万卷楼里面有暗河，有逍遥御风门，当然也有白小堂。我白小堂号称天下白小，本就看不上什么万卷楼，可是偏偏那万卷楼当中，却有我白小堂的信息。若这份信息烧了也好，若是留着，那么便不可被别人所得。白小堂在书架上书卷是最少的，只有这一本，我从万卷楼中取得，并没有看过。苏家主是个聪明人，幸好你我现在还不是对手。若是有朝一日白小堂和暗河成为了敌人，那么苏家主将会是我第一个必须要杀死的人。
我拿出这本书，并不是要卖姬堂主一个人情，毕竟我若任其在大火中焚毁，也就没有此事了。我拿出的，是因为我发现藏在格子里的那份信纸，纸张是新的。我曾找白小堂买过消息，白小堂的意思是，那个消息会引起江湖之变，所以不能卖。我想请姬堂主看一眼我得到的消息，只需要说一声真或是假。好。真。多谢。有人从白小堂拿走了这份消息，然后又抄录了一份新的放了进去。调包的我见多了，可是以真换真还是头一次见。或许是因为我们记录的更加全面，他想用这个消息向你卖个好，或者是巴不得希望你从这上面获得某些讯息，然后去做一些事情。哼，看来有人想要利用你。此事就不烦姬堂主操心了。哼，算我多嘴。告辞。苏家主，这般急着走？这位斋的桂花糕快开售了，我有一位朋友很喜欢吃。鹤羽药妆。松雨，你来啦！怎么样？我这个名字取得好听吗？虽然看病的是我，你只是个药童，出于公平，我便还是把你的名字也给加进来了。但也是出于公平，这座宅子的租金你得出一半。多谢神医。这位斋的桂花糕，你谢我做什么？听说你方才去见人了，怎么南安城中你还有朋友？算不上朋友，只是故人，恰逢在这南安城中遇见了。哦，神医，怎么了？既然这药庄有我一半，那为何还不请我进去啊？哦，请进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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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他们人呢？我本想着只有你一人来，便就只准备了一份床铺。狗爹呢倒是有先见之明，知道苏昌河定会跟来，所以就悄悄多准备了一份。可谁想到，你带回来个青梅竹马，狗爹就只好带着他们去置办一些床铺还有杂物了。原来如此。你笑什么？
你说，昌河买东西会讨价还价吗？这些，都给我包起来。那些，还有那些，我都要了啊！这是1锭银子，喏，不用找了。惟妙惟肖。我跟你说，人突然有钱之后啊，都是这个样子的。他现在不是暗河大家长了吗？那暗河的钱，就都是他的了。对了，你那个妹妹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突然把她从家园里给带出来了？你不是和我说过，家园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吗？因为我们查到了，当年覆灭吴建城是暗河支的刀，其中一些人尚且存活于世，并且就在家园之中。虽然这些人早已隐退，若无意外，也不会再做杀人之事，但毕竟有仇在身，赵岩待在那里，我心中不安，所以我想到了神医，觉得神医这里定是极其安全的。神医这么可靠，再加上有哲叔坐镇，赵岩待在这里，定然安全。听你这么说，你是要把他托付给我？难道你还有什么别的事情要去做吗？和吴建城有关？我暂时不会离开，会在南城中住下。毕竟这是由我出力的药庄，得好好经营起来才是。都进来，都进来！先放着。想想怎么安排啊？那些吃食先放到厨房。好嘞。床褥什么的，哲叔，你带着他们先放里屋。跟我来。其他的东西就先放着吧，我再想想怎么安排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本来人家只是个卖鱼的，这青玉盆是传家宝，结果昌河大哥偏要都买下来。那店家见了金子，忍痛割爱，就托了这位大哥给送来了。500两。来，拿去分了吧。多谢公子。我们这是药庄，又不是杂货铺。我又没把这儿当成药庄来布置，我是觉得这是我们的家，以后要在这里生活，自然需要多些趣味，布置一些我们喜欢的东西。我看是你自己喜欢的。我怎不知你喜欢关羽啊？还有豆鸟。哎呀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嘛。你喜欢捣药做饭，做个良家男子，但我嘛，便喜欢遛鸟、观鱼、听曲儿，做个不要脸的败家公子哥。人各有志。哎，各位南安城的父老乡亲们，下面我宣布，我们鹤羽药庄正式开张啦！我们药庄不是早就开张了吗？昌河说我们之前等人上门问诊不长久，得趁着这个机会，让十里八乡都见识见识神医你真正的实力。多热闹啊！
哎呀，药庄，我怎么记得这以前是一个靠郡郎君卖高价药方的地方啊？南安城里边有大大小小63家药庄，更有4大名医、30圣手。你说你这个也是药庄？嘿嘿嘿，不知道哪位高人坐镇呢？是我。谁呀？这姑娘看着。